诸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永昌，欢迎来到乐龄养生。今天这堂课，咱们得把门关起来，悄悄地讲一个特别神秘，甚至可以说有点让人心惊肉跳的话题。这可不是什么街头巷尾的野史故事，也不是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闲谈，而是一份被故意藏起来，藏了超过600年的绝密档案。这份档案的来头，那可太大了。它跟历史上一位了不得的神人有关系，这位神人就是明朝的开国军师，传说中能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。很多人都晓得刘伯温神机妙算，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，可几乎没人知道，他在临走前那个深更半夜，到底留下了什么吓死人的秘密。为了把这个真相挖出来，我可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，翻遍了不知道多少本古书老册子，最后才在一本几乎快要失传的青田陈氏秘传家谱里头，一点一点拼出了这个让人后脊梁发凉的故事。刘伯温是什么人物？那是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精通阴阳五行的顶尖高手。官方的史书上呢，就只写了他在洪武8年生病去世，写得特别简单，特别平淡。但是史书永远都不会告诉你，就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房间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根据那本家谱的记载，那天晚上刘伯温本来已经病得不行了，眼瞅着就要没了，可突然间，他好像回光返照一样，精神一下子变得特别清醒。他告诉儿子，这4件事是他用尽一辈子修行的功力，窥探了天道循环才好不容易看清楚的终极秘密。这份他临死前说的话，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故事最核心的东西。它可不是市面上流传的那些什么烧饼歌之类的，那些真真假假让人分不清楚。这是刘伯温留给自己血脉后代最直接、最原始的警醒。但是真正让我们今天必须打起12分精神来面对的，是那第4件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件，因为它涉及的那个时间点，恰恰就是我们正活着的这个时代。也许这个秘密在沉默了600多年之后，又重新被人发现，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天意，一种老天爷给咱们的警告。那现在就让咱们都静一静心，一起来揭开这个惊天秘密的第一层面纱。这第一件预言是关于他自己一手辅佐的老朱家皇室的。那时候朱元璋皇帝还活着呢，虽然太子死得早，但他的孙子朱允炆已经被立为皇太孙了，那是铁板钉钉的下一个皇帝。整个天下看起来稳当的跟泰山一样，一点要动摇的迹象都没有。可刘伯温却用那种悠悠的口气对儿子说了一句话：燕王必反。如果说这第一件事还只是看透了皇家自己内部的麻烦，那第2件事可就厉害了。他直接预言了大明王朝最终会怎么完蛋。刘伯温说，灭亡我大明江山的，一定是个名字里带着木字的人。这句话就像一句甩不掉的咒语，在大明朝头顶上悬了整整200多年。这200多年里头，多少英雄好汉，多少内部的麻烦，外边的敌人都没能彻底把大明江山给推倒。直到崇祯皇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到处都在打仗，一个叫李自成的人从陕西一路打到了北京城，把京城都给攻破了，逼得崇祯皇帝跑到煤山上吊死了。各位请仔细看看，李自成这个李字，上面是不是一个木，下面是一个子，这不就正好应验了戴木之人吗？您以为这就完了？还没完呢。打开山海关，把清兵放进来的那个吴三桂，他的桂字旁边是不是也有一个木？最后把南明小朝廷也给灭掉的满清，那个满字上面的草字头，在五行里头也属木。一个预言居然同时打中了3个关键人物，这还能说是巧合吗？这简直就像一张早就铺好的天罗地网，是刘伯温早就看定了的结局，谁都逃不掉。丙午年，用咱们现在的公元纪年一算，就是2026年。
东南方向，放眼全天下，龙脉气息所指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台湾。各位请仔细琢磨琢磨，一位600多年前的明朝国师，他的预言为啥最终会这么准地指向2026年的台湾？这就是天机里头最让人浑身发冷的部分了。这意味着过去几百年所有的朝代更换、打仗、动乱、兴起和衰落，都只是为最后一场大戏做了个铺垫，而台湾就是这场世纪大劫难，也是大转机的舞台正中央。刘伯温没有明说那个大事到底是什么，但是各位，咱们用平常的道理去推一推，什么样的世道才需要有圣人出山来拯救？圣人那可是千年也难遇到一个的，是拥有最高智慧和能力，能把这乱糟糟的世道给扳正过来，能救度所有众生的救世主啊！圣人为什么非得在2026年才出山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世上一定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大乱子，一定有了滔天的大灾难，世间的混乱和败坏已经到了咱们普通人完全没办法挽回的地步了。2026年这个时间点，就像一个被天机设定好的倒计时闹钟，滴答滴答的响着，一步一步的朝咱们逼近。而我们每一个人，现在都正站在这场巨大风暴来临之前的最后那一点宁静里。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这是来自一位伟大预言者，穿越了600多年时间，给咱们的沉重警告。如果我告诉您，这份遗言还有另外一份来自600年前的文物证据，一份被深深地埋在地底下，直到最近这些年才重新被人挖出来的石碑，上面刻着的内容竟然跟刘伯温的临终遗言几乎一个字都不差，您还会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这就是当年震撼了整个历史和玄学界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。这块碑记可不是传说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。据说是在一次大地震之后，山体裂开了，才被当地的农民偶然发现的。他不仅告诉了儿子，更把关键的天机刻在石碑上，藏在龙脉聚集的地方，等着后世的有缘人找到它，向世上所有人发出最后的警报。更让人寒毛直竖的是，刘伯温碑记里描述的场景，比他临终遗言说的更具体、更吓人。他提到了十愁，愁天下大乱，愁老百姓受苦，而这些灾难的源头和最后的转机，都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点，同一个关键人物，就是即将在2026年出现的圣人。这已经不是单一的预言了，而是从不同地方来的多重证据，它们互相证明，指向同一个让人心里发慌的真相。这份碑记的出现，让刘伯温的临终遗言从一个家族的秘密，变成了一份咱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公开警告。您以为刘伯温的警告就只有临终遗言这么简单吗？您以为咱们找到了陕西太白山的刘伯温碑记，就把所有的天机都看明白了吗？不，您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角，那块被灰尘埋了几百年的石碑上面，还刻着几句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。这组数字才是整场大劫最核心的东西。碑上清清楚楚地刻着，穷苦的人10000个里面只能留下1000个，富贵的人10000个里面只能留下2、3个。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吗？我请大家静下心来，一起算笔账。贫者10000留1000，10000人里面只能留下1000人，这是个什么比例？10个人里头只能活下来1个，淘汰率高达90%。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灾难了，这是一场大清洗。但您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富者10000留2、3，有钱有势的人10000个里面最后只能剩下2、3个，这又是什么概念？10000个人里都活不下来1个，淘汰率是 99.97%。这已经不是清洗了，这几乎是瞄着点的，要把这类人给抹掉。你拥有的东西越多，你身上背的业力可能就越重，你在劫难里要面对的危险也就越大。这一切都像是大戏开场前的序幕，
就像狂风暴雨来之前，天上先掉下几滴雨点，就像一场超级大地震发生前，地底下先传来几声闷响。真正的主菜还没端上桌呢。刘伯温用这组冷冰冰的数字，就是要提醒世上的人，不要再抱着侥幸心理了，不要以为灾难离你还很远。一场惊人的筛选，其实已经拉开帘子，开始了。你以为刘伯温的预言只是他一个人看到的东西吗？当咱们把刘伯温的第4件预兆，也就是2026年圣人出，台湾恐有大事，这个时间点放到一个更大、更古老的道家预言体系里去比对的时候，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真相就清清楚楚地浮出来了。这个真相就是道家自古以来就在秘密流传，甚至在很多古书典籍里都避而不谈的一个大节之年，名字叫做赤马红羊节。什么是赤马红羊？现代人可能听不懂，觉得是动物园里的故事，但在咱们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里头，这却是惊天动地的密码。咱们来看，赤马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丙午年。天干里的丙在五行里面属火，火是什么颜色？是红色的，也就是赤色。地支里的午对应的生肖就是马，所以丙午年就是赤马年。同样的道理，红羊指的就是紧跟着丙午年的丁未年。天干丁也属火，颜色也是红的，地支为对应的生肖就是羊。对了，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查一下万年历，2026年不偏不倚，正好就是丙午年，也就是赤马年。您有没有想一想，为什么一定是乱世，而不是太平盛世呢？为什么圣人总是在最黑暗、最危险的时候才登场？这根本不是巧合，这是宇宙运行的铁律。圣人就是咱们这个天地人间的最终极的免疫系统。那为什么时间点偏偏卡在2026年呢？因为咱们前面提过，2026丙午赤马年和2027丁未红羊年是赤马红羊节，是火气最旺、人世间业力最重的时候。这2年是火运烧红天空，地气快要崩开的临界点。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锅正在烧的水，在水沸腾到最高点之前，您还能加点冷水给它降降温。可一旦到了那个顶点，能量积累到极限了，任何一点小小的扰动都会引发剧烈的喷发。2026年就是那个沸腾的顶点。如果圣人不在这个时间点出现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答案很可怕，那就是一场不分好坏的全面的大清洗。天地如果不仁起来，他是不会管您是不是好人的。就像洪水来了，他不会因为您平时吃素就不淹您。刘伯温在碑记里说，贫者10000，留1000，讲了这么多关于宏观天道的东西，咱们现在必须把焦点拉回来，拉回到咱们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。刘伯温也好，碑记也好，都指向了2026年。那在咱们身边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呢？我告诉各位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，不是说一颗导弹打过来，或者来一次大地震就完了。根据预言的脉络和现在各种迹象来看，这将是一场天地人3种劫难危机的总清算。首先是天劫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几年的天气越来越极端了？要么就是好几个月不下雨，水库干得见底，大地裂开大口子，要么就是台风强度不正常，带来打破纪录的暴雨，造成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。这就是刘伯温预兆里说的天时不正的苗头。在赤马红羊的火运吹动下，火气太旺，水气被过度蒸发，整个大气的循环都给打乱了。这根本不是科学家们说的全球暖化那么简单，这是天道气场的失衡。未来几年，这种极端的天气一定会更频繁、更厉害。这就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第一把刀。接下来是的劫，我想台湾的老朋友感受应该最深了。从今年开始，东部板块的动静是不是越来越频繁了？大小地震几乎就没停过，
有时候一天能震好几次。当赤马红阳的火煞之气和地底下的龙气互相冲撞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地壳活动越来越剧烈。刘伯温碑记里说的贫者10000，留1000，您以为只是指打仗吗？在一场毁天灭地的大地震面前，您的财富、您的地位、您的豪宅还有什么用？这就是第二把刀，而且已经在蠢蠢欲动了。最后，也是最可怕的，是人劫。天灾地变固然吓人，但真正能毁掉一个地方的，是人自己惹出来的祸。各位看看咱们现在的社会，政治上为了斗垮对方，互相攻击，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，可国家真正的大事却没人真心去管。这种内部的纷争、猜忌和怨气，就是最恐怖的人劫。古话说得好，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妖孽出来。这里的妖孽指的不仅仅是妖怪，更多的是指败坏的人心，是那些颠倒黑白的想法。当一个社会充满负能量的时候，它就会像一块磁铁，把相对应的天灾和地变给吸引过来。天劫和地劫，很多时候就是被失控的人劫给引爆的。这第三把刀，其实已经深深地插进咱们社会的身体里了。所以，2026年的大事就是天、地、人三种劫难同时爆发。天灾摧毁家园，地劫动摇根基，而内部的混乱让咱们没办法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。这是多么让人绝望的景象啊！这也正是为什么圣人必须在这个时间点诞生，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拥有大智慧、大德行的人来重新把大家的心聚拢到一起，把气场给稳定下来，光靠咱们自己，恐怕真的很难度过这次的劫难。听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一定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如果2026年的大劫一定要来，那咱们这些普通人，难道就只能干坐着等死吗？不，各位有缘人，请记住，刘伯温的预言绝不是为了制造恐慌，而是在绝望里给咱们点亮了一盏希望的灯。这盏灯就是他反反复复提到的圣人，但圣人到底是谁？他从哪儿来，又有什么特征？今天我将从一个几百年来都没人敢深入去碰的角度，来为大家揭开圣人的第一个秘密。最近，网络上关于紫薇圣人的传说闹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瞎扯，是网络小说看多了。但是我以一个研究易经好些年的观察者身份告诉各位，刘伯温预言的圣人和传说中的紫薇圣人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，这不是乱猜，这是天象给咱们的征兆。自古以来，人间的治乱兴衰、朝代更替，都跟天上星辰的运转对应着。在那么广阔的星空里，有一颗星是群星的主人，是天道的星辰枢纽，它就是紫微星，又被人叫做地星。紫微星要是明亮，而且位置端正，就代表人世间天下太平。反过来，要是地星暗淡了，光芒偏了，那就预示着天下要大乱，旧的秩序快要垮台了。那些慧业观天象的高人，近年来都发现了一个让人心惊的现象，那个代表着现实权力格局的旧的地星，它的光芒正以一种没办法挽回的趋势在减弱，在偏移，这就是地星移位的征兆。而真正的玄机，不是旧星暗淡了，而是在它的旁边，另一颗原本隐藏在凡尘俗世里的星辰，正在发出从来没有过的非常璀璨的光芒，它的光甚至隐隐约约要把旧星给盖过去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老天爷垂下景象给咱们看，这是天命轮转的终极信号，是宇宙在用它的语言告诉咱们，旧的气数已经到头了，新的秉承天命的主人就要来了。圣人为什么要在2026年出现？因为那正是赤马红阳，火气最旺，人世间业力最深重的时候。天道是慈悲的，不忍心好的坏的一起毁灭，所以降下紫微星的主人，来把这混乱的世道给扳正，把山河重新整顿好。所以
不要再把圣人当成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了，他是一个已经被星辰标记好、被天道选中的存在。他的降临就是这场大劫里所有善良的人能看到的最真实、最亮的那道曙光。如果说紫微星动是天象给咱们的指引，那刘伯温碑记里的文字就是圣人来临之前，刘伯温亲手埋下的藏宝图。各位，现在咱们就化身为解密专家，一起来解开这份来自600年前的古代密码。请打起12万分的精神，因为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咱们未来的命运。首先，咱们看第一条，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线索。碑文里写道，7个人一起顺着一条路走，被引诱着进了一个口。这话表面上看的人莫名其妙，7个人在路上走，被引诱进了一个洞口，这跟圣人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这就是古代预言最高明的地方，它不是普通的文字，它是字谜，是密码，是猜字游戏。咱们一个字一个字来拆开看。7人一路走，7和人叠在一块儿，像不像一个奇怪的符号？如果把7写在人的上面，这是个什么字？有人说这是在暗示华字，也有人说像是真字的一半。一路走是不是在暗示一个一字，还有一个走字旁？这到底是在暗示圣人的姓，还是他的来历？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字，而是在说圣人出现的时候，身边会有7位核心的追随者。再看后半句，引诱进了口，这就更玄了。口可以是一个姓的组成部分，比如吕、高、古这些字里头都有口，但前面加上引诱进，是不是在说有人把圣人引到了某个地方或者某个组织里？还是说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字谜，要把引或者诱的一部分放到口里面去？这句密码非常复杂，历来大家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。有人认为这指向一个姓，有人认为指向一个地点，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在描述圣人出现时的某个关键事件。你们觉得是什么呢？如果说第一条线索是高等数学题，太难猜，那第二条线索就相对直白一些了。碑记里还有一句关键的话，只有木土人才能在万般死难中不招惹灾祸。这句话里的死字，在很多版本里都被避讳了，但根据下文的对应和说话的语境，几乎可以确定指的就是死字。意思是，只有木土人才能在那万种劫难里平平安安，不惹上灾祸。那么，谁是木土人？这就是刘伯温留下的第二个密码，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提示。咱们把木加上土，这是什么字？没错，就是姓氏里的杜。这不是在暗示未来的救世圣人可能姓杜吗？这条线索非常直接，指向一个具体的姓，让很多研究预言的人都觉得非常震惊。当然，咱们作为解密专家，不能只看表面，还得看深一层。除了姓杜、木土人，还有其他解释吗？当然有。从中医五行的角度看，木代表生长、仁爱、有生机；土代表承载、讲信用、厚重。所以，木土人也可能是在形容圣人的品格。他像树木一样充满生机和仁爱，又像大地一样诚信稳重，能够承载万物。只有具备这种人品和品格的人，才能在大灾难里活下来。综合这些线索，咱们对圣人的轮廓就更清楚一些了。他可能姓杜，或者名字跟木、土有关系。他出现的方式就藏在7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那句更深的谜语里头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疑问：圣人出山，是不是代表所有人都能得救？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天降神兵，把所有坏蛋都打跑，拯救所有老百姓？我必须告诉您一个残酷但真实的答案：不是。圣人的来临，从来都不是一场不分好坏的慈悲，而是一场最严格、最公正的划分。他的出现，对某些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救赎，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，却是怎么也逃不掉的审判。
这就是刘伯温预言背后最深刻的道德原则，一场对灵魂的筛选。您试着想一想，为什么刘伯温的碑记上会写贫者10000留1000，富者10000留23？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留下？这背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不是财富，不是权力，更不是您的社会地位，唯一的标准就是您的心。圣人就像一面巨大的照妖镜，当他降临的时候，每个人灵魂的本质都会被照得一清二楚。如果您的内心是善良的、宽厚的、诚实的，您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就是希望和救赎的光芒。但如果您的内心充满了贪婪、嫉妒、仇恨和算计，您在镜子里看到的就只是自己那张扭曲的脸，还有马上要到来的末日恐惧。所以，谁是善人？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心里还知道敬畏，说的和做的能保持一致，不跟着坏风气走，能守住良知底线的人。他们也许默默无闻，但他们的善念就像黑暗里的一点微光，足够让他们在劫难里被圣人看见。谁又是恶人？是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煽动对立，制造仇恨，到处撒谎，把人心搞坏的人。这场从2026年开始的大劫，它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天灾，而是人自己惹的祸引发的天劫，是人心败坏到了极点，天地磁场为了自己能进化得更好而进行的一场能量重整。圣人就是这场重整的执行者和见证者，他不会亲手去救任何一个他认为不值得救的人，也不会去惩罚任何一个他认为不该惩罚的人。一切的结果都取决于您自己的选择，您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次是与人为善还是与人为恶，都在为您自己的未来铺路，是走向被救赎的路，还是走向被审判的悬崖。所以，不要再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圣人身上，指望他来拯救您。您真正该问的是，当圣人降临，当这场灵魂筛选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会被归到善人那边得到救赎，还是会被划到恶人那边遭到审判？这是一个没有人能替您回答的问题。各位有缘人，咱们已经讲到了大劫最核心的部分，劫难的筛选。这听起来很绝望，但如果您心里有善的根子，您就会看到希望。刘伯温在留下这惊天预言的同时，也慈悲地给世上的人留下了度过劫难的保命方法。第一道保命符就藏在刘伯温碑记那段最让人绝望的描述后面。在讲完贫者10000留1000，富者10000留23之后，碑记紧接着在下文写了一句能扭转乾坤的关键话：世上有人行大善。各位，请把这7个字刻在您的心里。这就是刘伯温给咱们的第一道，也是最根本的一道保命符。行善积善，你以为行善很难吗？是要捐出几百万，还是要盖庙、盖医院？都不是。刘伯温说的大善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在这个人心败坏、道德沦丧的时代，您能守住自己的良知，不跟着坏风气跑，这就是善。看见别人有困难，您伸手扶一把，这就是善。在网络上不随便攻击人，不骂人，嘴里说好话，这就是善。而行善会为您自己创造一个稳定、祥和、正面的能量场。当负能量的洪水冲过来的时候，它会自然而然地绕着那些拥有正能量场的人走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恶的能量会去找恶人，而善良的气场自然能挡住邪气的侵袭。所以刘伯温才说，不是圣人选择救谁，而是您的德决定了您有没有资格被救。到了最后的劫难，财富、地位、权力都会变得一钱不值。如果说行大善是第一道保命符，是咱们能够亲手抓住的木头，那么第二道保命符就是真正潜到水底下，找到定海神针的关键心法。这道符藏得最深，也最根本，就藏在碑记上那句最让人费解的字谜里头：七人走一路，引诱进了口。七人一路走，在古代的字形变化里，
可以看成是一个真字的特别写法或者变形。上面的七，中间的人画成部首，下面的一路走相当于根基。这整个字谜指向的是真，而后半句引诱进了口，就是对前半句的提醒。如果您找不到那个真，您就会被世间的各种欲望、各种争吵、各种欺骗的话给引诱，最后掉进欲望的大嘴里，再也出不来。所以刘伯温的第二道保命符只有一个字，真，就是要返回到最根本、最真实的状态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觉得这太玄了，什么是真？我来为您点破。行善是外在的，您可以捐钱，可以做义工，这些都是积累福报的资本，是第一道保命符。所谓的返本归真，就是洗掉您心头后来染上的灰尘，贪心、怨恨、嫉妒、傲慢、恐惧，回归到您生命最开始那颗干净、善良、光明的本性。在灾难面前，真正能保护您的，不是您攒了多少钱，也不是您做了多少表面功夫的善事，而是您那颗真心散发出来的定力和能量。一个内心混乱、充满恐惧的人，在灾难里只会引来更多的混乱和恐惧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而一个内心安定、返璞归真的人，他的心就像那座灯塔，在黑暗里能照亮自己的路，甚至能给身边的人指引方向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唯有木土人，万死不遭灾。木土人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解读，更深的是指那些像树木一样扎根大地、内心朴实归真的人。讲到这里，一定有很多人心里会冒出一个最大的疑问：既然刘伯温预言会有圣人出山来救世，那咱们在劫难里到底要怎么找到这位圣人？他会在哪里出现？是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法会，还是会通过电视、网络告诉全天下？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残酷而又真实的答案：您找不到圣人，您只能遇到圣人。咱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独立的能量体，有自己独特的生命频率。这就是现代心灵科学说的吸引力法则和同频共振原理。当您的思想、您说的话、您做的事都充满了善良、真诚和爱的时候，您的生命频率就会自然的升高，变得清澈、轻盈。反过来，当您心里充满了怨恨、贪婪、恐惧和算计的时候，您的生命频率就会变得沉重、浑浊。每一次您发自内心的善行，每一次您原谅了别人，每一次您守住了自己的真心，不说谎、不害人，都是在提升您的频率，都是在提高您的能量振动。当您的频率和圣人的频率达成一致的时候，您根本不需要去找他，您自然就会被他那个能量场吸引、保护。今天，我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，一个未来学者的视角，为大家重新解读这场大事。请各位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一个旧的、浑身都是毛病的系统，要怎样才能焕然一新？答案是，它必须先经历一次重置。就像一台运行起来特别慢，又中了无数病毒的电脑，您杀几个病毒是没用的，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格式化，然后重装系统。对那些紧紧抓着旧模式不放，心里充满恶念和私欲的人来说，这确实是审判和淘汰。但对那些善良、真诚、愿意改变和提升自己的人来说，这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成长机会。大劫会像一场大浪，把沙滩上所有的垃圾都冲走，只留下最纯粹、最坚定的金子。讲到这里，咱们已经把刘伯温留下的天机，从临终遗言到太白山碑记，一层一层地剥开了。各位有缘人，您们必须明白，无论是刘伯温的预兆，还是其他预言家留下的警示，最终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制造绝望，更不是为了吓唬世人。恰恰相反，这一切都是一种终极的慈悲。您试想一下，一位能够看穿600多年时空的智者，他看到了未来的劫难，他完全可以选择沉默，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。但是他没有，他选择用隐晦的谜语，用触目惊心的预兆，
为后世的咱们留下了一条活路。您可以选择不信，继续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打转；您也可以选择从这一刻开始反省自己的言行，开始积累善德，提升自己的心性频率。刘伯温的最后警告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筛选已经开始了，而钥匙就在您自己身上，是成为被大劫淘汰的23，还是成为那安然度过、迎接新纪元的1000？没有人能替您决定，先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看各位有缘人的了。听到这里，您还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刘伯温的预兆，所有古老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未来，这不是末日，而是一个远大的宇宙级别的系统大重整，一场灵魂的升学考试。咱们谈了行善积德是第一道保命符，谈了返璞归真是第二道保命符，这一切都是在为马上就要来的赤马红羊节做准备，为的就是让咱们在那场贫者10000留1000，富者10000留23的大筛选中，能够和圣人的频率共振，被筛选成为留下来的那一部分。现在，我要问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您准备好迎接圣人了吗？您准备好成为那个被圣人引领走进新纪元的善人了吗？这不是一个空泛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能量的选择，一个气场的宣告。圣人出山，不会挨家挨户去敲门，他是通过同频共振的方式来引领那些和他有相同频率的有缘人。当咱们的信念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善念之流，这股能量就能穿透乱世的迷雾，成为圣人降临前最明亮的信号塔，给咱们指引方向。所以我今天以引导者的身份，邀请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有缘人，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一件能够马上改变您自己气场的事。请您在下方留言的地方，郑重地写下8个字：我愿行善，静待圣人。这8个字不是写给我看的，也不是写给别人看的，是您对宇宙、对天地、对您自己的灵魂立下的一个神圣的誓约。当您打下这行字的时候，就等于是为您自己点燃了一盏不会熄灭的心灯，为您的家人开启了一种加持的能量。每一个留言都是一个善念的汇聚，千万个留言可以对我们形成一个巨大的善念中心。这个中心就是咱们在未来劫难里最好的避难所，也是和圣人相遇的桥梁。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，您的留言会吸引更多有同样信念的人，咱们一起把善意的能量扩散出去，形成滚雪球一样的效应。不要忘记订阅乐龄养生，我是陈永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